村裡老人每天不吃飯也要來這條小溪裡泡一泡。他們說小溪裡的石頭會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會剧烈跳動，酥麻的感覺瞬間傳遍全身。流過石頭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裡人像瘋了一樣泡在水裡，說泡完神清氣爽，有的還會把這水接回家，一臉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記者忍不住了，說什麼都要感受一下。我嚴重懷疑這家伙是演的，韓國人都這個屌樣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真的有被電到，不過感覺挺爽的，甚至還有點上癮。節目組攝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這演的太假了，你當觀眾是傻子啊？我來試試，這也沒事啊。靠！攝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這石頭真的帶電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邊的石頭，沒有任何感覺，整條小溪只有這塊石頭會讓人產生酥麻的感覺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種磁場和能量。節目組請來專家，專家也被電了一下。為了尋找答案，大家順着溪流往上游走，發現了一間房子，看樣子很久沒住人了。剛想進去了解情況，卻被門把手電了一下，用電筆一測，果然有電。看來這房子漏電了。拉下電閘後，神奇的事情出現了，那塊石頭不再讓人產生酥麻的感覺。原因很明顯了，這座房子漏電，電流傳導到了石頭上，所以才會讓人產生酥麻的錯覺。維修好了電路，石頭也變成了普通的石頭。沒想到村民卻很傷感，這麼舒服的按摩以後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們真是造孽啊！仔細看，他家臥室的牆上居然會不停的出血，即使擦乾後還是會有紅色液體不停的滲出來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這面牆會出現這種現象。把滲出部位打開後，可以看到紅色液體是從牆體內部滲出來的，內部還填充了保溫材料。主人說這種情況是2周前開始出現的，那天早上起來就發現牆壁出現一個硬幣大小的紅色斑點，他懷疑是身上的傷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沒有受傷，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沒太在意，繼續上班。下班後他發現紅色斑點越來越多，用刀子把牆子割開後，裡面就開始滲出紅色液體，這多少有點恐怖了，該不會裡面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吧？隨後節目組在滲漏處貼上紙巾，用攝像機全程記錄，沒一會兒乾淨的紙巾上就出現了紅色液體，會不會有貓咪之類的卡在了裡面？但主人說應該不會，牆裡面沒有任何空間，牆體厚度也就10多公分，為了保暖，他們還填充了保溫泡沫。更蹊蹺的是，隨着紅色液體的出現，他父親的身體變得很差，自己也發生了一些怪事。為了搞清楚怎麼一回事，節目組找到了專業的裝修師傅，師傅也覺得很奇怪，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，於是他決定上門一探究竟。一番檢查下來，師傅決定揭開牆紙，瞬間一大片紅色印記出現，這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師傅看着紅色液體陷入沉思，經過漫長的等待後，他終於講話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於牆壁裡為什麼會出現水分，是因為3個月前外牆被拆除了一層，無法阻擋冷空氣，導致牆壁凝結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虛驚一場。但是下面這家人的牆壁就多少有點詭異了。每到半夜12點，整個公寓的牆就會傳來一種淒慘的哭聲，但是牆壁看起來就是個正經牆壁。主人說，有聲音的時候牆壁都會震動，並且整個房間都有回聲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點，全方位立體環繞的哭泣聲有多瘆人。主人說，聲音是從3個月前開始的，每天晚上都會持續90分鐘。隨後播放了自己錄到的聲音。聽起來又哭又笑的，看起來這隻鬼的情緒不是很穩定啊。節目組還詢問了公寓其他住戶，發現很多人都有同樣的困擾，他們也錄到了一樣的哭泣聲，都表示聲音是從牆裡傳來的，而且有聲音的時候，燃氣管道都會震動。物業也調查過原因，關閉了所有能產生噪音的設備，但最終聲音還是沒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無法安心睡覺。節目組帶着錄音找到了專家，隨後專家發現了異常，錄制的聲波和真人聲波差異很大，而且錄制的音頻有一種很規律的循環，所以專家認為聲音應該是人為剪輯過的，並且是在錄音機上循環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的。現在問題來了，那到底是誰搞的惡作劇？節目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裝了攝像頭，想要找到這個人，接下來就是等待聲音的出現。但是一夜過去了，完全沒有出現哭泣聲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節目組在其他樓層安裝了更多的攝像頭，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最終還是沒有出現聲音。其實我覺得已經沒必要再調查了，很明顯惡作劇的人就在公寓裡，至於是哪個就不好說了。過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給節目組打來電話，說這些天都沒有再出現聲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還找到了女朋友。
好的。同樣遭遇灵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位大叔，他每次開車來到這個路口，後備箱就會不受控制的自動打開，就好像有什麼東西要上車一樣。這不，大哥拉着節目組剛來到這裡，後面突然就傳來聲音，後備箱又自動打開了，即便手動關閉，他還是會當着大家的面自動打開，完全不給面子。但是除了這個路口以外，車子都是正常的，後備箱也不會自動打開，而且其他經過這個路口的車也沒有發生這種情況，只有大哥的車會這樣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經過這裡，後備箱就會無緣無故的打開。大哥懷疑這個路口之前出過事故，有一些髒東西看上了自己的車，大哥越說越害怕，於是和節目組約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員直接鑽進了後備箱，拿着攝像機想要記錄一下後備箱是如何自動打開的。一切準備就位，大哥開着車就來到這個路口，錄像顯示後備箱在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動打開了，攝像小哥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。那現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開車來到路邊的汽修店，師傅仔細檢查了後備箱的機械鎖，也没有發現任何問題。那會不會是這個車型的設計缺陷呢？節目組又找來了同款車型，開車來到這個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後備箱沒有任何反應。沒辦法，最後節目組找到了 4S 店，師傅對車輛檢查後發現，車輛之前安裝了後備箱遙控鎖，問題可能就出在遙控鎖上。師傅說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設備頻率和你遙控鑰匙頻率一樣的話，等你開車經過，就會出現後備箱被打開的情況。現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頻率的設備，隨後發現相同頻率的信號就是從路口的商店傳出來的，而這個設備正是商店的感應門鈴。節目組拿着設備想要測試一下，結果卻並不能打開後備箱。原來只有相同的頻率也不行，還需要頻率的密碼和車輛遙控器密碼一樣才可以。也就是說，這個路口肯定存在一個頻率和密碼都和車輛遙控器一樣的設備，所以每次經過這裡，後備箱就會自動被打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決定更換遙控器密碼，以後就可以安心的經過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她是吳亦凡最怕見到的女人，因為她最喜歡吃的就是牙籤。只見她一根根往嘴裡塞牙籤，打牌的時候就當成零食吃。到了吃飯的時候，她先擺上了3盒牙籤，一口米飯就着一根牙籤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為米飯是主食，其實牙籤才是她的主食。該說不說，這牙籤能好吃嗎？好吃，特別好吃，比柚子香。他每天都要吃3盒牙籤，一盒牙籤有500根，那麼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籤，這也太誇張了吧！丈夫也試圖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聽，你說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現在大姐變得越來越離譜，這不吃着飯就把筷子給造了。大姐說筷子比牙籤大，吃着有嚼勁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給大姐切了點水果，沒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邊，對着托盤口水直流，直接讓丈夫把托盘劈了給她吃。我感覺大姐就是被丈夫寵壞了，這玩意兒能吃嗎？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慣着她了。靠，當我沒說。看來只要是木製品，大姐都想嘗試一下。她邊吃邊發表看法，說托盤沒有牙籤好吃。那麼她是什麼時候愛上牙籤的呢？原來大姐之前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有一次當她意外吃掉牙籤時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從那以後，只要胃疼就會吃牙籤，慢慢的就上癮了，寧可不吃飯也要吃牙籤。但是大姐的身體真的健康嗎？胃腸啊，有什麼胃鏡啊都透了，沒有關係。沒有問題的，有問題我不讓他吃了。大姐無時無刻都在吃，就連床頭櫃上都放滿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籤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。她甚至連扇子都想嘗一嘗。節目組還貼心的給大姐帶來了一些木質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氣，拿起來直接開照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說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嘗了一下竹簾，也不喜歡。她說竹子有酸味。目前來說最喜歡的就是楊木做的牙籤。於是節目組又送給她好幾盒楊木牙籤。假如真的對身體沒有任何傷害的話，開心快樂最重要。不得不說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說牙口好，下面這個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塊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。周圍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。在丹東一個普通的早晨，妻子在炒菜，丈夫在洗餐前甜點，然而裡面全是玻璃碴子。洗乾淨後上面撒上白糖，他接着就吃了起來。妻子想勸阻，但是無濟於事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嗎？這個嚼一口非常香啊。節目組檢查了一下他的牙，除了有點參差不齊外，沒別的毛病。那麼他到底為什麼要吃玻璃？大叔說這個要從20年前說起。20年前他是一個銷售，剛和客戶簽了一個大合同，由於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戶一番羞辱，說他不爺們兒。為了證明自己，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。從那以後他就愛上了玻璃的味道。他會在玻璃店找各種邊角料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來口感也不一樣。挑選完畢，帶着他的美味甜點回家了。回家後會根據口味對他們進行分類。他說醫院的吊瓶最好吃，酥脆有嚼勁，口感極佳。耳燈泡吃起來就差一點，但也很爽口。那麼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？ 2個啤酒杯，
按照節目流程，他被帶到了医院做檢查，還在醫生面前表演吃玻璃，醫生也是大為震驚，但是檢查結果卻顯示他很健康，醫生也覺得不可思議，最後還是建議不要繼續吃了，以後可能會出現梗阻的情況。最後大叔也表示以後就不吃玻璃了，以後改成吃牙籤。下面這個大叔看了上面兩位之後，連說服了服了，你們都是鐵齒銅牙，我只能吃點軟的了。只見他抓起一隻泥鰍，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，一隻不過癮，他接着又吞了一隻泥鰍，貝爺見了都直呼內行，他說生吃的味道好極了，Q Q彈彈還能拉絲。隨後他把泥鰍都裝到了瓶子裡，在回家的路上邊走邊吃，那叫一個幸福。吃飯的時候也要先吃泥鰍開胃，母親很擔心他，但他卻並不在意，繼續吃着心愛的泥鰍。那他為什麼要生吃泥鰍呢？原來大叔曾經有胃炎，為此還做過5次手術，為了療養身體，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藥，但是並沒有什麼效果。然而有一天，桌子上的泥鰍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之前在書中看到過泥鰍有緩解胃痛的功效，於是他嘗試生吞泥鰍，結果胃痛確實好了不少，於是一發不可收拾。他對於泥鰍的選擇也是很苛刻的，他只吃野生的泥鰍，拿着鐵鍬來到稻田就開始挖泥鰍，不一會兒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鰍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抓起來就送進了嘴裡，那是乾淨又衛生啊，兄弟們。朋友想做一道泥鰍豆腐湯，他卻覺得根本就是浪費時間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樸素的烹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按照節目流程，他被帶到了医院做檢查，一番檢查下來，他的身體狀況很好，但是醫生還是不建議生吃，因為有感染寄生蟲的風險，如果非要吃的話，建議只能中午吃。最後大叔也表示，為了身體健康，以後會盡量少吃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媽38年沒摘過口罩，即使睡覺也不摘，從沒有人完整的看過她的臉。有人說口罩下面的臉非常恐怖，看了就會做噩夢，只有在她洗臉的時候會摘掉，但從不照鏡子，洗完臉就要趕緊戴上。節目組想讓大媽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絕了。不僅如此，她還一直用手扶着臉，好像很痛苦的樣子，說必須要手動把眼皮翻開才能看清東西。大媽從衣櫃拿出自己年輕時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飯，也不會摘口罩，自己獨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沒見過他的臉了，就連女兒拍結婚照他都沒有參加，因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大媽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她18歲結婚後生下了4個孩子，在生第5個孩子的時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這對她打擊很大。慢慢的嘴巴變得不聽使喚，舌頭也變得僵硬起來。大媽鼓足勇氣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齒都掉光了，牙齦都是外翻的。醫生說她這種情況就是心理原因導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讓她悲傷過度，以至於嚴重影響到了身體健康。醫生給大媽制定了詳細的康復規劃，希望大媽趕快走出來吧。和大媽一樣，下面這個大叔也喜歡戴着面具，一個戴着詭異面具的人在無人的蘆葦叢中彈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詭異，即使在深夜也會傳來琴聲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馬扛着琴跑了。聯想到最近發生的一起兇殺案，工作人員覺得這人可能不簡單。第二天又見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說他在街上彈琴已經有2年了，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臉長什麼樣。表演結束後，他終於摘下了面具，滿頭大汗。那他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來啊，他的夢想是當一名鋼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會非常恐懼，手腳不停出汗，以至於失誤不斷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無法彈琴，他不得不放棄了夢想，當起了快遞員。偶然的一次，當他戴上面具彈琴時，各種恐懼緊張一下子都不見了。他開始嘗試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沒想到大家都很喜歡看。他說剛開始很在乎別人的眼光，那現在戴上面具後，他不用在乎別人的感受了，感覺非常自在。節目組建議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內心還是非常猶豫。第二天下班後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結束，他突然舉起了牌子，上面寫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這一刻，他決定摘掉面具，眾人紛紛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緊張，不再恐懼，非常輕鬆地彈奏了一曲。所以說，直面內心的恐懼才是治療心理問題的關鍵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他一覺醒來，發現被綁架到了一間密室，他大聲呼救，也沒有任何回應。牆上的攝像頭正在同步直播他的一舉一動。這時廣播裡傳來聲音，說了一些遊戲規則，最重要的規則就是禁止睡覺，任何企圖睡覺的行為都會被制止。廣播還說，出去的線索就在密室裡，密室裡只有一個凳子和水桶。他掀開水桶蓋，裡面全都是腐肉。沒辦法，為了能出去，強大的求生欲驅使他忍着惡臭在裡面一陣翻找，只找到了一個玩具娃娃。接着進來一個手拿電擊棒的蒙面人，把小麗電暈後綁在了椅子上，給他戴上了 VR 眼鏡。VR 裡播放着打撲克牌的畫面，還傳出刺耳的聲音，這讓他整晚無法睡覺。此時直播間人氣飆升，這難道就是
就是傳說中的暗網嗎？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。來到第二天早上，小麗被逼着回答一些變態的問題，回答不能讓他們滿意的話，就會被蒙面人用高壓水槍持續攻擊。蒙面人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小麗時刻處於高度緊張狀態。就這樣，來到第3天，蒙面人又帶進來一個女人，讓他們2個玩搶答遊戲，答錯的話就會受到懲罰。小麗僥倖獲勝，新來的女人則被一槍爆頭。3天沒睡覺的小麗看到這一幕崩潰了，她完全不知道蒙面人的目的是什麼。隨後蒙面人給她戴上了 VR 眼鏡，漫長的煎熬又開始了。來到第4天，小麗已經變得有些精神恍惚了。4天沒睡覺沒吃飯的她都已經很難站立了。這時蒙面人送進來一些吃的，但是被鎖了起來。廣播裡說他只有1分鐘的時間。小麗不斷換鑰匙開鎖，終於打開了，接着狼吞虎咽起來。1分鐘時間到，小麗把飯吃了個精光。廣播裡又說大門的鑰匙就在那串鑰匙裡面，你其實可以用這1分鐘的時間打開大门逃走的。小麗又崩溃了，在這給我玩腦筋急轉彎呢。接着蒙面人又準備把她綁在椅子上，趁蒙面人不注意，小麗一個提膝放倒了他，撿起那串鑰匙衝向大門，試了幾次後終於打開了鎖，但緊接着被緩過來的蒙面人電暈了。時間來到第5天，5天沒有睡覺的小麗剛閉上眼睛就被刺耳的警報聲叫醒了。接着蒙面人推進來一個木箱，把小麗電暈後放了進來，接着封上蓋板，隨後又把3隻老鼠放了進去。這時廣播裡又說話了，說老鼠已經餓了好幾天了，你們誰死誰活由你決定。一番掙扎過後，他咬死了3隻大老鼠，老鼠估計也是第一次見到比貓還厲害的人。隨後蒙面人打開箱子，把小丽放了出來，為了防止她睡覺，再次給她戴上了 VR 眼鏡。來到第6天，一陣滴滴聲傳來，他循着声音在之前的玩具娃娃裡找到一部手機，這不好辦了嗎？他趕緊報警求助，警方讓他提供地址，但他根本不知道這是哪裡。突然電話就沒聲音了，原來是沒電了。此刻小麗真的崩潰了，6天沒有睡觉，她已經開始產生幻覺了，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隨後她被綁在了手術台上，醫生破壞了她腦部的人臉識別中枢神經，小麗現在已經不能識別特定的人臉了，簡單來說也就是臉盲了。就这樣來到了第10天，小麗恍惚中看到對面坐着一個長相恐怖的男人，中間還放着一把錘子。恐懼中她拿起錘子，梆梆2錘把對方解決了。抬頭一看，密室大門居然打開了，別管有沒有陰謀，先逃出來再說。沒想到啊，她竟然跌跌撞撞的跑了出來，才發現這裡是荒廢很久的工廠。10天沒睡覺的她最後還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，還好被一對雙胞胎老大媽救了，但這畫面看着屬實詭異。最後在沒有詢問小麗家庭地址的情況下，竟然把她送回了家。其實這對雙胞胎也是蒙面人一夥的，小麗現在也還在遊戲中。回到家的小麗第一件事竟然先洗了個澡，不是應該先睡覺嗎？我覺得她還是不困。這時她聽到有人開門，她驚慌的拿起一把刀躲在了牆後面。她現在已經不認識任何人了，等人靠近後，她從後面偷襲，猛刺幾刀就把這人解決了。剛剛小麗殺人的畫面也正被蒙面人組織同步直播了。這時直播間管理員發送了一句話：實驗成功，直播結束。其實小麗殺的人正是自己的父親。之後小麗被帶到警局，經過醫生評估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。畫面一轉，一個中年婦女從這間密室醒來，直播又重新開啟。原來這個女人是一位俄羅斯高官的妻子，蒙面人組織之前刺殺過高官，但是失敗了，於是找到了這種方法，讓人連續10天不睡覺，再破壞他們人臉識別中樞神經，讓他們不認識身邊的人。小麗殺掉了自己的父親，證明了實驗的可行性。於是他們綁架高官的妻子，以同樣的方法想讓妻子殺掉高官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謀殺高官。這個電影看得我真的好困，答應我看完這個視頻點個讚就睡覺吧。我是月貝，下期見。一群大媽跟着一只公狗在做禱告，眼神滿是崇拜，只因這狗不一般，很早就看破紅塵，出家當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誦經念佛，居然還學會了打坐，露出虔誠的眼神，身體半蹲，双手合十，一坐就是1上午，直到念經結束才會把手放下。眾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為啥會選擇出家當和尚呢？他能聽懂佛經嗎？一旁的方丈卻笑而不語。不僅如此，他現在連狗糧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愛，還上過報紙，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，甚至有人為他寫了一本書，收穫粉絲無數，經常收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來信，還有粉絲親自來寺廟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禮貌，見人就作揖，連粉絲也不禁想問他到底為啥要當和尚。方丈表示這狗之前是個花花公子，到處沾花惹草，偶然間來到寺廟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經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聽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。剛開始方丈以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隨後幾天只要方丈誦經，他就會出現在一旁靜靜的聽。有次還看到他獨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於是收留了他，並給他取了法號悟淨。就這樣他已經在寺廟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。不得不說還真是只虔誠的狗狗。他在廁所偷偷裝監控，正對着馬桶，看到了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廁所，馬桶裡總會出現沒有沖的尿，關鍵家裡就他一個人，而且自己都會隨手沖馬桶，窗戶都安裝了防盜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進來。
這怪異現象搞得他精神崩潰，甚至懷疑是被什麼不好的東西纏住了。他現在半夜都不敢上廁所，有次實在尿急，躡手躡腳的來到廁所门口，就看到一個黑影閃過，這黑影有點似曾相識，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廁所。不出意外，廁所又出現了沒有沖的尿，看尿的顏色，這東西啊還有點上火，實在沒招了，只好在廁所偷偷安裝了監控。一夜過後查看監控，終於找到了罪魁禍首。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貓幹的。現在猫都會上廁所了嗎？大叔無奈一笑，說等它上廁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貓咪都沒有要上廁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來了尿意，剛來到廁所，貓就跟了過來，直接跳上馬桶，像人一樣蹲在那裡，表情十分嚴肅。大叔說自己從來沒訓練過它，那它為啥會在馬桶上廁所呢？專家表示，貓喜歡模仿主人的行為，如果你們關係很好，貓會表現得像人一樣，以此來得到更多喜愛。這樣一來就說得通了。小貓就是主人收養的流浪貓，之前主人上廁所，貓就會蹲在廁所裡仔細觀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學會用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沖一下就更好了。相对来说呢，下面这個大媽就正常多了，雞蛋連殼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殼，大媽已經吃了10年。香蕉在褲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連皮吃，再來一口帶皮的橘子，哈密瓜，帶皮吃，甚至連蘋果核也要吃，這樣吃不會吃出問題嗎？而他自己卻說這是外殼救了他的命。哎，這又是為啥？他也不解釋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果殼不過癮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樣子味道也不錯啊，2口就能吃下1個。大媽的閨蜜都很擔心她，叫她來吃飯改善一下，沒想到啊，大媽卻把飯菜扔在一邊，拿起蟹殼直接開造。她邊吃還邊嫌棄，說螃蟹啊還是生的好吃，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魚骨頭用菜葉包起來，幾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為啥要吃這些呢？啊，真的是奇怪。到目前為止，帶皮的水果沒有什麼是大媽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蓮它也是帶皮哦，這個沒有。大媽說果皮才是好東西，有營養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終於告訴大家吃這些的原因，原來啊，當年她得了很嚴重的胃潰瘍，有天痛到無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帶殼的雞蛋，哎，沒想到餵了一下她就不疼了，從此就走上吃殼的道路。節目組也帶她去檢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體啥毛病沒有，但醫生還是建議大媽少吃，不然很可能會損傷腸道。一定要吃的話，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媽一樣，下面這個大爺也是狠人，他把洗潔精當沐浴露，白醋當洗面奶，食用油拿來護膚，還說比護膚品好用。13年來都是這樣護膚的。護膚3部曲安排上，第一步往毛巾上擠入洗潔精，接着往全身塗抹，臉上也不能少啊，拿水一沖，第一步完成。接着倒出白醋，均勻的塗抹在臉上，拍打拍打促進吸收。最後一步往皮膚上塗抹食用油，哎，保濕又美白。他說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這樣保濕效果最好。工作人員摸了摸，果然很光滑。這樣一套下來的話，就可以上燒烤爐了。不僅如此，大爺刷牙也要用白醋，說可以消菌殺毒，口氣都變得清新了呢。至於牙膏嘛，有別的用處。只見他往手上擠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開始洗頭了。哎，你別說，泡沫還挺豐富的。大爺說這樣洗完清爽自然，工作時也要隨身帶着白醋，沒事就要拿出來塗一塗。看電視也不能閒着，連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爺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燻走了。為了達到更好的保濕效果，他還會用食用油自制面膜。哎，不得不說皮膚看着細膩了很多，醫生也沒有檢查出任何問題。由於大爺年齡大了，如果繼續這樣操作的話，皮膚可能會惡化。這種護膚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覺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嬰兒車被包了起來，裡面時不時傳來怪叫，沒有人知道嬰兒車裡面是什麼。大媽整天推着嬰兒車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廁所，這樣生活了10年。問他為啥不回家，他卻說家裡有個怪東西會隱身，就算在外面凍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無目的的流浪，拿出一盒貓罐頭開始吃，還往嬰兒車裡放了一點，這才看清楚，原來嬰兒車裡面還有一隻貓。經過一番溝通，大媽同意帶我們去家裡，他家門上安裝了5把鎖，裡面還有一道防盜門，進來後要趕緊用一個櫃子擋住，屋裡窗簾緊閉，沒有一絲光亮，並把所有家當都放在了衣櫥裡，甚至包括電飯煲。節目組安裝了攝像機，想要拍到大媽說的那個怪東西，然而一夜過去並沒有任何發現，就發現大媽行為舉止很反常。只見她半夜好像聽到了什麼，驚慌的來回走動，還時不時跪在地上，嘴裡一直念叨着什麼。節目組很疑惑，大媽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說你難道聽不到聲音嗎？那個怪東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但工作人員並沒有聽到任何奇怪的聲音。節目組覺得這一切都是大媽想象出來的，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？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她決定去醫院。一番交流下來，醫生說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。
烈，必須盡快吃藥治療。原來啊，之前他媽媽生了一場大病，因為沒錢治療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沒過多長時間，父親也去世了。他感覺自己沒有保護好父母，從那時起，內心充滿了愧疚。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，才能避免內心的孤獨。只要在房子裡，就會產生屋裡有別人的幻覺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體卻沒有腐爛，甚至散發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還在生長，連血管都清晰可見，甚至還長出了黑頭髮。家人都認為奶奶並沒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們會定期給奶奶剪指甲，每天還要給奶奶擦身體，單獨給她做飯。看着成為一具乾屍的老太太，節目組也震驚了。原來15年前，奶奶突發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況下，竟然噴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斷氣了。奇怪的是，體溫並沒有下降，一直維持在36度，身體也不僵硬，除了沒有氣息外，沒有任何去世的症狀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裡，慢慢就變成了一具乾屍。專家說，只有在極其乾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乾屍。然而當地的天氣高溫潮濕，這種環境下沒有腐爛，就很不科學。節目組覺得可能做了防腐處理，但家人卻說並沒有做過任何處理，還說奶奶有個特別的習慣，那就是吃齋，一吃就堅持了50年。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當地廣為流傳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想要一睹真容，還覺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，專家也沒有給出解釋只能說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這面牆也很奇怪，他家的牆會哭，只要靜靜的聽，就能聽到抽泣的聲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說有時用力敲2下，他又會稍微停一會兒，越到晚上哭聲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顧客都被嚇跑了。工作人員錄下聲音，找到了專家，對聲音進行了波長分析。總之結論就是，這聲音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。真是見了鬼了，難道牆是活的？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請來了裝修師傅，這師傅一來也不敢得罪這牆，大家鼓勵了他好久才開始。現在牆上打了個洞，內窺鏡往牆裡一看，就看到了2隻閃亮的眼睛。師傅被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隻小貓咪，牆上都是抓痕，看起來現在已經精疲力盡了。那它是怎麼鑽進去的？節目組檢查了屋頂，猜測是通過屋檐下的縫隙鑽進去的，在牆壁之間穿行時，不慎跌落到了牆裡面。店主說，這隻貓我見過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門口轉悠。店主決定明天拆牆救它，可第2天牆裡一點動靜沒有。通過手機觀察，裡面空空如也，貓咪不見了。專家認為貓咪已經自己逃脫了，強大的求生欲讓它克服了種種困難，最終爬了上來。幾天後，小貓咪果然出現了。然而下面這家也發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經常無緣無故的出現長頭髮，有長有短，最長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時出現在廁所，有時出現在臥室，拔一根自己的頭髮做對比，大小幾乎一模一樣。他覺得這就是人的頭髮，關鍵他家人都是短髮，而且最近來家裡的人也都是短髮。一開始呢還誤會了老公，以為是老公在外面帶來的。這種現象呢是1周前開始出現的。老公當時在疊衣服，就發現了一根長頭髮，衣服是剛從烘乾機裡拿出來的，他趕緊查看烘乾機，裡面卻乾乾淨淨，毛都沒有。慢慢的頭髮出現了越來越頻繁，看着嚇人。房子呢是他們租的，剛住進來也沒幾個月，而且像這樣的房子租金卻很便宜。當時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們懷疑房子裡發生過不好的事情，難不成真的有鬼？節目組帶着毛髮找到專家，專家看了半天，說從粗細大小上來看，和頭髮確實很像。接着又在顯微鏡下觀察，結果專家卻說這並不是頭髮，那這到底是啥呢？專家說這就是褲子上的線頭而已。接着妻子檢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裝上抽出了一模一樣的線頭，長度也完全符合。虚驚一場。好了，我是預備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他家的房子會自己加熱，室溫常年64度，平底鍋不開火就能煎雞蛋，水龍頭出來的也都是熱水，牆紙都燒焦了，往牆上泼水會發出吱吱的聲音，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燙個水泡，工作人員踩一會兒就汗流浹背了。不僅如此，臥室的溫度竟然達到了70度，這睡一覺還不就8分熟了，而且地暖早就關了，電源早就拔了，不可能是地暖問題，那会不會是電路問題造成的？節目組檢查了所有電路，結果一切正常，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還是找不到問題所在。大半日的根本睡不着啊，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潑水來降溫。鄰居們對此議論紛紛，有人說房子下面有溫泉，還有人說房子下面是地獄之火。一時間關於他家的謠言越來越多，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的？就在節目組測量外牆溫度時，意外發現電表的溫度非常高，這就很反常了。打開電表的瞬間就冒出了電火花，維修人員發現電表和配電盤之間沒有斷路器，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結構，而是鋼架結構，當電表短路時，整個房子都是導體，產生的熱量會通過鋼架傳遞到整個房子，所以才會出現超高溫的現象。幸虧發現的早，不然煤氣罐都有可能發生爆炸。維修人員找到了粘在一起的電線，換上了新的電表，一切恢復了正常，這下可以涼爽的睡個好覺了。然而下面大叔家裡發生了更離奇的事。
他家的牆會拉屎，每天早上就會出現滿牆的便便，有長有短，最長的有25厘米。然而這條街上只有他家牆上會出現這種現象。你要說有小動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是牆上是怎麼拉上去的？有的位置比人都高，一般的小動物是做不到的。那會不會得罪了什麼人？大叔說自己為人和善，從沒和別人有過紛爭。這種情況是半年前開始的，他還安裝了監控，但一直沒有拍到可疑人員，便便都是突然出現的。節目組請來專家，決定從便便入手。專家開始收集大便，他們要從便便裡提取 DNA 來確定到底是什麼物種的糞便。節目組也沒閒着，架起了多個攝像機，全方位監控這條街。一夜過去了，便便再次出現，查看錄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從天而降的，沒有拍到任何生物，這就很驚悚了。這時便便的分析結果也出來了，專家說是人類的糞便，而且還是女人的。那現在好辦了，只要是人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。節目組安裝了更多的攝像機，一夜過去了，果然有收穫。錄像顯示便便是從他家對面飛出來的，還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個滿頭白髮的人。大叔看到都懵了，說這是他家对过的鄰居，名聲很好的，從來沒想過是他們做的。節目組拜訪了鄰居，老人說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這種迷惑行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說可以幫忙打掃，以後會看住妻子，不會讓她亂丟便便。大叔也很無奈啊，說本來想找到人要點賠償的，想想還是算了吧，最後表示可以理解，以後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更好了。然而下面餐廳遇到了更靈異的事，這家餐廳的橡膠手套每天晚上都會被撕得粉碎，形狀非常不規則，看起來不像是人為的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可以讓它瞬間分解。店主說這種情況已經持續2周了，非常詭異，想想就起雞皮疙瘩，以至於早上開門都不敢一個人進去，等員工到齊後才敢進入。來到後廚一看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。員工分析，如果是動物的話，肯定會找東西吃，不會沒事撕手套的。但是房間的食物並沒有少，那會不會是人？工作人員試了下，根本撕不開，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這種粉碎的效果。店主想到了一個方法，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，等明天看看有沒有腳印就完事了。節目組也架起了攝像機全程記錄。第二天一早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然而一個腳印也沒有。查看錄像後發現，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，完全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，自己就裂開了，這很不科學。難道真的遇見鬼了？節目組找到專家仔細觀察錄像後說，手套應該是被臭氧破壞的。餐廳一般會用臭氧消毒，臭氧有很強的氧化性，可以輕鬆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結構。至於為什麼只發生在晚上，是因為白天一直通風，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，濃度高了就可以腐蝕手套。為此專家還做了個實驗，密閉空間內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只是個化學反應而已，只要晚上也把通風打開，就可以解決這個靈異事件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有個大豪宅，卻天天住在廁所裡，睡覺在廁所，吃飯也在廁所，掀開墊子下面全是尿，還說廁所味道清新自然，廁所門時刻緊閉着，好像在躲着什麼東西。他說只要離開廁所就會頭暈目眩，全身痠痛，不得不離開的話就要全程戴口罩。去客廳那都算是旅遊了，還會給客廳噴一種神秘的液體。白天大媽很反常的出門了，她來醫院看望丈夫10年前得了中風，就一直住在醫院，一見面丈夫就哭了，說到底是怎麼回事。這時大媽說她房子有毒，還說是鄰居往她家放的毒氣，之前和鄰居吵過架，所以就往她家放毒氣，讓她無法安心睡覺。為了防止毒氣擴散，她封死了家中的各個縫隙，還安裝了多個監控攝像頭，因為廁所的氣味最小，就成了她的庇護所。雖然大媽說的證據確鑿，但節目組卻什麼都聞不到，用專業儀器檢測後沒有發現任何異味，甲醛也沒有超標。節目組拜訪了鄰居家，也不像大媽說的那樣，大媽之前還報過警，警察也檢查過鄰居的房子，沒有任何異常。很明顯這一切都是大媽自己想象的。精神科醫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後她不得不獨自生活，產生了嚴重的焦慮和孤獨感，可能就慢慢產生幻覺了。醫生說大媽需要人陪就會慢慢好起來。走進科學節目組變成走訪問問節目組，陪大媽聊天，給大媽按摩，還一起在廁所吃飯。幾天過去了，大媽突然從廁所出來了，她開始正常的做飯，口罩也摘掉了，給工作人員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說現在已經聞不到任何異味了。大媽終於走了出來，看到沒對象的趕緊找個吧，不然老了真的會很孤獨的。和大媽一樣，下面這個大姐的情況也不容樂觀。大姐每天穿着用2萬個曲別針做的衣服，衣服重達50斤，就這樣在家裡穿了10年，家裡堆滿了各種雜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東西都被裝在塑料袋中，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蓋着，窗戶也被封上了，洗澡也不脫衣服。只見她洗着洗着，突然站在了馬桶上，她竟說不得不這樣做，她究竟在躲避着什麼？大姐說家裡有電磁波輻射，讓自己非常痛苦，她認為曲別針可以屏蔽輻射，才用曲別針做了這件盔甲。為了驗證她的說法，節目組請來專家測量房子的輻射量，結
結果房子幾乎沒有任何輻射。工作人員建議他脫掉鎧甲，大姐猶豫再三，決定試一下。沒過1分鐘，她突然把頭埋進了被子裡，表現得很焦慮，還說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又開始穿鎧甲，穿完大姐長舒一口氣。節目組找來了心理醫生，一番交流下來，大姐突然哭了起來，緩緩說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在她年輕的時候，被一個陌生男人跟蹤了長達半年，她搬過好幾次家，都會被找到，會在半夜敲她的門，還經常給自己發騷擾短信，換手機號也沒有用，感覺自己時刻都在被監視。從那之後，她變得非常敏感多疑，以至於能感覺到手機發出的輻射。她以為隨着時間的流逝，自己會慢慢好起來，沒想到卻變得越來越嚴重。醫生建議大姐不要逃避，要直面內心的恐懼，即使暫時無法克服，也要學會和恐懼共存，學會接納自己。和大姐有相似打扮的，還有下面這位大叔。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，衣服上也塗滿了瀝青，還說自己不能暴露在陽光下。他家裡也非常昏暗，沒有任何一盞燈，插頭都被拔了下來，即使是一個信號指示燈都會被他用黑色膠帶蓋上。電視也被大叔故意砸壞了，家裡所有的電器都處於失靈狀態，唯一有用的就是電腦，但用電腦之前必須全副武裝，最多只能使用3分鐘，不然身體就會疼痛難忍。他還去過很多醫院，醫生都說他身體很健康。說話間他突然緊張起來，緊緊盯着100米開外的一輛汽車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還說是為了安全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麼？大叔說這一切都是因為這個信號塔，以前他就住在這個信號塔下面。他說附近的輻射很嚴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臟就會劇烈疼痛。大叔解釋說自己對輻射很敏感，一點點輻射就會對自己產生傷害，為此才戴瀝青口罩來躲避輻射。可信號塔附近的鄰居卻說並沒有感受到任何異常。專家也解釋說，信號塔只會以水平方式發送信號，並不會對塔下的人產生過量輻射。工作人員還用專業設備檢測了屋內的輻射量，結果遠遠低於安全標準，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。既然大叔說自己能感受到輻射，那給他做個測試好了。給大叔戴上眼罩後，讓他判斷面前電腦的開關機狀態，結果測試7次，錯了5次。很明顯了，大叔的問題只是心理問題。要想治癒心理問題的話，第一步就是要面對恐懼。他找到心理醫生諮詢，原來大叔做生意虧了很多錢，家庭也破裂了，巨大的壓力讓他產生了幻覺。一番溝通下來，大叔決定不再逃避，直面內心的恐懼，勇敢面對生活。加油吧，大叔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肩膀上出現了一只詭異的手，像是一個嬰兒趴在了背上。關鍵他家就一個孩子啊，左邊露出的腳是自己的，旁邊看起來根本就沒有人。然而詭異的照片不止這一張。丈夫說之前在車裡給孩子拍照，車窗上也出現過一個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來很像人。當時連續拍了2張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張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剛開始以為是窗戶髒了，但車是剛洗完的，完全沒理由啊。節目組找到專家，通過分析照片信息，專家不認為這是靈異事件，給照片調個色就可以看出來，影子有一圈明顯的線條，專家認為是之前車窗上的貼紙留下的印記，雖然肉眼看不出來，但手機是可以拍出印記的。為了驗證這個說法，節目組找來了同款車型，往車窗貼上蜘蛛俠貼紙，然後在烈日下暴曬6小時，完事後揭去貼紙，車窗還是乾乾淨淨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記。接下來用手機对着車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貼紙留下的印記，至此影子的谜底揭開了。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釋？專家仔細觀察後發現，大腿旁邊凸出來一個三角形的東西，像是裙子之類的衣角。他推測當時後面可能有一個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舉了手，由於視線遮擋，拍出來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節目組還原了當時的場景，等女孩走到嬰兒車後面時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虛驚一場。有相似經歷的還有下面這家人，他家客廳窗戶上出現了一張臉，看起來像是梳着雙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戶對面就是牆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過來的，而且他家在3樓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來的。當時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廳整理玩具，完事後对着玩具拍照，第2天欣賞照片時就发现了這張臉，看着非常詭異。隨後對着窗戶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張臉沒再出現過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麼？ 화장실 아니면 안방에 있었던 것 같아요. 專家分析後確認了照片的真實性，考慮到房子的周圍環境，專家認為是屋內某個東西反射在了窗戶上。仔細觀察後，在出現臉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說之前確實會把衣服掛在凳子上，專家表示應該是衣服的褶皺正好反射在了窗戶上，才形成了臉的輪廓。接下來還原現場，把相機架在當時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掛好衣服，弄出人臉的輪廓，然後拍出的照片中確實有類似臉的東西出現了。專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皺，反覆調整，終於5個小時後拍出
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樣的人臉，都是一種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詭異的還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會出現一張臉，臉部輪廓非常清晰，就這樣一直盯着整個村子。村裡老人說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現在還有好幾座墳墓，已經不知道主人是誰了。村裡另一位大媽也說，在她小時候，山坡上還發生過一起慘案，一家3口慘遭滅門。一時間，關於這張臉的說法越來越多，聽起來也是越來越靈異。節目組架起了攝像機，全程記錄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漸黑了下來，那張臉也慢慢浮現了，看起來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個男人的臉。村民議論紛紛，有人說是來尋仇的，有人說是來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懼。節目組的攝像師超勇的好不好？他決定在山坡上近距離觀察，當他撥動一下樹枝，這張怪臉的形狀竟發生了改變。攝像師差點笑了出來，說山坡上的樹被路燈反射後，就會形成對稱的陰影，看起來就像是眼睛，而樹幹看起來就好像鼻子，周圍的藤蔓就成了臉的輪廓，一切都是錯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別說，現在看起來還挺可愛的。還有人說，現在看起來像企鵝，這就很尷尬了。說實話，我看這種靈異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開心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晝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聲充滿了恐懼。可天花板上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給客廳安裝了監控，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畫面更加詭異。主人說1個月前爺爺去世了，他們參加完葬禮就搬到了這裡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現得很反常，開始對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歡的食物也不能轉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說是爺爺跟到了家裡，主人根本不相信這些，他們懷疑天花板上有什麼小動物之類的，於是呢把熱成像探頭伸到了天花板，結果呢並沒有任何發現，然後呢又懷疑是燈光導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燈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哎，看來問題找到了。可還沒過2分鐘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，實在沒辦法了，主人決定去樓上鄰居家詢問情況，敲了半天都沒人開門，只好呢去物業諮詢，結果物業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，樓上根本就沒有人住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而且呢監控顯示，狗狗晚上叫得更厲害，身體還不停顫抖，連主人都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髒東西，他們是真的害怕了，於是找來了動物專家。專家觀察了一會兒卻笑了起來。專家說，狗的聽覺十分靈敏，可以聽到人類聽不見的聲音，說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細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儀器一測，果然有聲音，31分貝，相當於輕聲說話的音量。這種聲音呢人類是聽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聽得很清楚，把聲音放大後才听清，原來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應這麼激烈，是因為剛剛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對環境變化極為敏感，才導致它不停地叫，並沒有什麼鬼魂。主人終於鬆了一口氣，解決方法呢也很簡單，錄下這個聲音，然後調高音量，反復放給狗狗聽，期間呢再給它一些獎勵，慢慢矯正認知，讓它徹底愛上這個聲音。果然呢經過多次脱敏訓練，狗狗不再亂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這個植物一天能長3米，100年才會開1次花。神奇的是，大媽只養了1個月就開花了。幾天前，大媽剛從醫院出來，就遇到了一個怪和尚，什麼都沒說，就把這棵植物送給了大媽。自從這植物來到家裡，發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大媽的身體也在一天天好轉。大媽認為這些都是這棵植物帶來的，覺得植物被高僧開光了。從那時起，大媽每天都會精心照料，澆水都是用山泉水，嘴裡還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。剛開始呢，它只是冒出了一個小尖尖，沒想到一夜之間長到了3米，而且還在不停的往上長。節目組架起相機近距離觀察，植物肉眼可見的变大。那這棵植物到底是什麼？為此節目組請來專家小亮來鑑定這個熱門生物。專家覺得很不可思議，說這東西根本不會生長在這裡，當地的環境不利於它生長，長成這麼高非常罕見。原來這種植物叫龍舌蘭，這根長長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後會在頂端開花，據說100年才會開1次花，但只要開花後它就會急速衰敗枯萎，一生也只開1次。幾天後龍舌蘭真的開花了，看起來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還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來了。它現在的高度達到了4米，全村人都來圍觀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。據說龍舌蘭開花就能實現願望，眾人紛紛低頭許願。然而下面這只小香豬表示不服，他家的寵物小香豬1個月就長到了300斤，2個男人都抱不起來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還長出了3下巴。本來是個迷你豬，結果現在一對比，主人變得很迷你，他直接從佩奇變成了八戒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結果閃到了腰，當時賣家還鄭重承諾，迷你小香豬長不大，最多不超過30斤，假1賠10。可是隨着時間一天天過去，主人才發現自己上了當，佩奇不僅能吃，而且長得
飛快。主人找賣家售後，賣家說可以賠你10倍，你把貨退回來，我們重新給你發10隻小豬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成養豬的了嗎？畢竟養了這麼長時間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決定給他減肥，第一步帶上計步器，一塊行走的五花肉上線了。剛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主人以為他至少能走30分鐘，結果他要休息30分鐘。第二步，吃減肥餐，用食物引誘他走路，結果主人卻累瘦了。最後主人想到一個絕招，給佩奇制作了一個結實背帶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愛的胡蘿蔔。你別說，效果不錯，他走路積極多了。幾天後再次上秤，減肥效果非常明顯啊，整整減掉了半斤。最後主人表示會一直陪着佩奇減肥，希望佩奇能變回迷你豬。然而變大的不止佩奇，下面這家房子裡也有個大東西，每天都有個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戶上偷窺，上面還留下了巨大的指紋，紋路非常清晰啊，怎麼擦都擦不掉，而且只要太陽出來它就會消失。一到晚上呢，消失的指紋又重新出現，只有卧室的窗戶會出現這種現象，就算更換了新窗戶，指紋還是會出現。詭異的現象持續了好幾個月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潰，懷疑是被什麼不好的東西纏住了。節目組呢全程監控，結果一直到深夜都沒有出現什麼怪東西。白天一看呢，指紋果然消失了，這很不科學。那會不會是窗戶本身的質量問題？賣家說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，猜測是玻璃生產過程中吸盤導致的這種痕跡，但是現實中並沒有那麼大的吸盤。節目組在工廠繼續尋找線索，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，上面出現的紋路和家裡指紋很像。老闆說剛生產出來的玻璃很熱，需要在下面墊上一層厚厚的油脂，那指紋會不會就是油脂印上去的？隨後專家對着油脂分析了半天，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，反正總之結論就是玻璃上的紋路還真是油脂印上去的。至於白天指紋就會消失，是由於溫度升高導致的。主人这下放心了，說以後不用再換窗戶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零下10度的天氣，大媽卻開在22台風扇，一開就是24小時，還說不開就會死。房間內外到處都是攝像頭，大媽就這樣整晚守着監控。問她為什麼這樣做，她說家裡有毒氣，風扇呢可以讓她避免受到傷害，說整個房子都會泄露毒氣，尤其是地板和牆壁之間，把縫隙堵上後，味道呢反而越來越大。說着呢就掀開了地板，地板上呢還真看到了一些熏紅的痕跡。怕大家不信，她突然又打開了監控，說之前就看到有人騎着摩托車用針頭往她家注入氣體，牆上的洞就是證據，她會及時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會出現新的洞，看起來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。隨後大家決定去問問鄰居是否經歷過類似的事情，結果鄰居表示確實見過騎摩托的人，但從來沒聞到過奇怪的味道。大媽則表示這個很明顯就是衝她來的，至於為什麼偏偏要害她，大媽也不知道，但這可苦了大媽了，經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經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藥才能入睡。這樣痛苦的生活已經持續了2年半。然而記者在他家卻始終沒有聞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為了緩解他的焦慮，節目組請來專家，大媽表示最嚴重的地方就是閣樓。專家檢測一番，還真發現了異常，確實有非常非常微量的煤氣洩漏，不過呢可以忽略不計，但並沒有任何其他有毒氣體。專家換上更精準的儀器，也沒有檢測到任何有害氣體。大媽卻表示自己不相信儀器，說自己的鼻子是最靈的。沒辦法了，大家提議今晚跟大媽一起住，不開風扇看會不會被毒死。結果一覺醒來，大媽神清氣爽，表示昨晚確實沒有聞到毒氣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擔心大家走了之後毒氣又會重新襲來，看起來大媽確實病得不輕。雖然兒子之前建議她接受治療，大媽卻說自己沒瘋也沒病，還生氣地認為兒子不信任她。經過節目組不懈的勸說，大媽終於同意去看醫生。通過一系列檢查，醫生表示這個就是常見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於丈夫和大兒子的意外去世，對她造成了嚴重打擊，悲傷過度導致的。而且呢之前和養雞場的人發生過矛盾，所以才開始懷疑養雞場要害她。經過長期的心理治療，現在大媽表示已經聞不到什麼毒氣了。最後呢把風扇都去掉了，現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她每天都要喝新鮮的冰紅茶，早上起來就要去廁所接一杯，從一天喝1杯直到後來的一天5杯，已經持續喝了2年。她說每天吃的東西不一樣，紅茶的口感也不一樣，有時候鹹，有時候甜，有時候嘗起來還像香檳。最喜歡的還是上火的時候，焦黃的顏色讓她沉醉。最急的人是她女兒，怕她喝死了，而她自己卻說這是冰紅茶救了她的命。這又是為啥？現在的她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喝着不過癮了，直接把黃色液體當牙膏用，說刷完的牙變得更白了，甚至還把液體當眼霜和爽肤水，頭髮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時把液体加在浴缸裡，洗完容光煥發，還能用液體洗眼睛、洗鼻子，據說能治療鼻炎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喝黃色液體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醫生說他還能活1年，於是他決定放棄化療，找到了這種治療癌症的偏方。他認為自己的做法很環保，可以循環利用，還推薦大家都試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議大家模仿啊，這屬於偏方，沒有任何科學依據，大家千萬不要信。就連他女兒們也不信，勸他去醫院檢查一下，看看這黃色液體
是否对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以后就盡情喝，也不會再管你。他一聽也對啊，來到醫院一檢查，發現腫瘤擴散得更快了。很明顯，黃色液體一點作用都沒有，甚至還耽誤了病情。醫生建議立即手術切除腫瘤，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錢的可以喝冰紅茶，那沒錢的吃什麼呢？來看看下面這一位，他每天都來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樣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從來不付錢。然而店主卻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現，工作人員嘗試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，東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員決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丟下一句奇怪的話，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。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，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，他還是一言不發，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。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。店主說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，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，看得出來他很窮。店主告訴他，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。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。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，身上1分錢沒有，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。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，已經持續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。附近店鋪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後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，發現店主搬家了，但還是會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。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變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晝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聲充滿了恐懼。可天花板上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給客廳安裝了監控，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畫面更加詭異。主人說1個月前爺爺去世了，他們參加完葬禮就搬到了這裡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現得很反常，開始對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歡的食物也不能轉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說是爺爺跟到了家裡，主人根本不相信這些，他們懷疑天花板上有什麼小動物之類的，於是呢把熱成像探頭伸到了天花板，結果呢並沒有任何發現，然後呢又懷疑是燈光導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燈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看來問題找到了。可還沒過2分鐘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來，實在沒辦法了，主人決定去樓上鄰居家詢問情況，敲了半天都沒人開門，只好呢去物業諮詢，結果物業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，樓上根本就沒有人住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而且呢監控顯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厲害，身體還不停顫抖，連主人都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髒東西，他們是真的害怕了，於是找來了動物專家。專家觀察了一會兒卻笑了起來。專家說狗的聽覺十分靈敏，可以聽到人類聽不見的聲音，說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細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儀器一測，果然有聲音，31分貝，相當於輕聲說話的音量。這種聲音呢人類是聽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聽得很清楚，把聲音放大後才聽清，原來是公寓管道流水的聲音。之所以狗狗反應這麼激烈，是因為剛剛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對環境變化極為敏感，才導致它不停地叫，並沒有什麼鬼魂。主人終於鬆了一口氣，解決方法呢也很簡單，錄下這個聲音，然後調高音量，反復放給狗狗聽，期間呢再給它一些獎勵，慢慢矯正認知，讓它徹底愛上這個聲音。果然呢經過多次脫敏訓練，狗狗不再亂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男孩的身體是個吸鐵石，把鐵勺往身上輕輕一放，瞬間就吸了上去，最多可以同時吸5個叉子，硬幣也不在話下。這些東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樣，非常牢固。他不僅能吸鐵，手機也可以完美吸附，甚至連陶瓷盤子都可以。而且當他生氣的時候，吸力會變得更強，能吸住更多的東西。這個特異功能是在他吃飯時偶然發現的。媽媽看到大為震驚，帶他去醫院檢查，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。和他一樣身體有磁力的還有下面這個男孩，他的超能力是奶奶發現的，往他身上丟硬幣，硬幣根本不會掉，牢牢地吸在身上。他不僅能吸勺子、硬幣、手機，什麼平底鍋、電熨斗、手風琴都可以輕輕鬆鬆吸到身上，最多能吸50斤的鐵盤子。奶奶說他的磁力還可以治病，有一次就治好了鄰居的頭痛，鄰居對他的絕技稱讚不已，但他說每次施展魔力後都會感覺很累，要休息幾天才能恢復能力。如今已經長大的他不僅變得更胖，磁力還變得更強，甚至還上了電視，給觀眾表演了胸口吸鐵鍋，觀眾都驚嘆不已。不過也有人質疑說，因為他肚子大，身體有弧度，東西其實是被他撐住的，那到底是磁力吸引還是被撐住的？最終呢也沒有個確定的結論。但下面這位大叔看了之後表示不服，大叔的身體有磁力，一次性可以吸85個勺子，連後背都可以吸起一個大鐵盆，不僅不會掉，還非常牢固。身體磁力最強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，胸口還可以吸各種水果蔬菜，小黄瓜輕輕放在胸前立馬就吸上了。後來還嘗試吸手機、盤子、瓷磚、車鑰匙都可以成功吸附。他說目前世界紀錄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個勺子，他第一次嘗試就吸
吸了85個勺子，直接打破了世界紀錄。還說吸東西完全靠意念，要集中精力，然後把體內的能量轉移到胸口上。普通人這樣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。再後來，他不滿足於吸小東西，開始嘗試大物件。汽車引擎蓋可以輕鬆吸附，茶几玻璃也沒問題，甚至連木頭門板都可以，轉圈也毫無壓力。他說自己完全掌握了這種能力，吸任何東西都像喝水一樣簡單，還可以把能量輸到全身，想讓哪個部位吸都可以，臉上也沒問題，自己可以隨意控制能力，只需要緊閉雙眼就可以開啟或關閉，讓它掉就會掉。但科學家們否認了他的說法，說他只是皮膚比較黏而已。如果在夏天1個星期不洗澡，效果更好。專家建議洗澡就好了。擁有這種超能力的還不止他們，下面這位大叔更誇張。大叔的身體能吸鐵，一次性可以吸100個勺子，四處走動，勺子也不會掉。他說腿上的磁力更強，走在路上都會把附近的小鐵釘吸到腿上，直接成了一塊行走的吸鐵石。小到鐵釘勺子，大到汽車引擎蓋，通通可以吸在身上，蓋子上還可以坐一個人。那他為啥會擁有這種超能力？真的是神奇。現在呢，他要升級挑戰，胸前繫上一個凳子，凳子上再坐個小伙子，還準備拉動一輛汽車。挑戰開始，汽車還真被他拉動了，但他並不打算停止挑戰，說以後準備拉火車和飛機。接着他還說出了自己是如何獲得超能力的。原來5年前遭遇了一次嚴重的電機事故，沒想到搖身變成了一個人體吸鐵石，能夠吸附起任何東西。這種能力還會隨着年齡的增加而增強。這種現象讓科學家們感到迷惑，如果純粹憑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東西的話，那麼他們身上的磁力將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。科學家對他進行了全面測試，結果發現他身上壓根沒有任何磁力，和普通人沒有區別。最後才發現他的皮膚能夠大量分泌一種粘性皮脂，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盤一樣，所以才能吸住物体。科学家最後建議說，你也去洗澡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每天偷偷給自己家的猫下药，就掺在猫咪愛吃的食物裡，一天3頓下的药還不一樣。之所以這麼做，都是因為他家的貓太可惡，每當他一覺醒來，臉上就會出現傷口，手臂上也有抓傷。他確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來這種效果。他現在怕得很，在臥室偷偷裝了監控，結果卻讓他更加迷惑。只見每當他入睡後，他家貓就像瘋了一樣撕咬他，還把屁股在他臉上蹭來蹭去。他下意識把貓推開，接着貓咪的行為更加詭異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想不明白，為什麼白天乖巧的貓咪晚上會對自己做這種事情，而且每次主人出門後，它的行為也很古怪，變得焦躁不安，憤怒地撕咬被子。這隻貓到底怎麼了？專家反覆觀看錄像後，認為這貓應該是夢遊了，很可能還做了噩夢，把主人當成了假想敵。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的話，說明和他小時候的痛苦經歷有關。主人這才恍然大悟，說貓就是他撿來的。發現它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，醫生建議先進行藥物治療，每天把藥混合在貓糧裡，慢慢緩解它的焦慮緊張，還要給它更多的陪伴，讓它知道自己並不孤單。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開了專門給貓聽的音樂，它聽了一會就開始犯困。那它晚上還會咬人嗎？只見半夜它徑直來到主人旁邊，徘徊片刻後，趴在主人旁邊安靜地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它都沒再出現奇怪的行為。看起來小白已經慢慢康復了。大叔每次做飯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幾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想讓大叔吃一塊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。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滿2個啤酒杯，現在還越來越離譜，上班都要帶着滿1杯玻璃碴子，沒事就趕緊拿出来吃一塊，走到哪都帶着。下班後就去玻璃店挑選零食，挑挑揀揀弄了一大袋，回家還要根據口味給他們分類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樣。醫院的點滴瓶是他的最愛，吃起來酥脆有嚼勁，燈泡吃起來就差一點，不過呢也很爽口。記者忍不住問他，到底為啥要吃玻璃呢？沒想到大叔卻反問起了記者，那你為什麼要吃飯？為什麼要喝酒？為什麼要抽煙？喊嘎叽嘛，這個嚼一口非常香。這把記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，你冷靜點啊喂！來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，因為他直接把酒杯給吃了。老闆說每次他來吃飯，飯店酒杯就會少好幾個。酒足飯飽後，大叔也終於說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當年大叔還是個初入職場的毛頭小伙子，剛簽了一個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戶吃飯，由於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戶一番羞辱，說他不爺們。這話傷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氣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這樣一吃還吃上癮了。現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體真的健康嗎？沒想到啊，大叔卻在醫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醫生直接嚇得不敢看，啥也別說了，直接上儀器檢查吧。檢查發現大叔其實有腸道問題，醫生說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導致的，雖然目前看起來問題不大，但還是要停止這種行為，否則會導致腸梗阻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他們在獨居女生家裡裝了監控，還拿專業儀器到處掃描。這群人並不是變態，
只是小姐姐家裡有點怪，她家電視總會無緣無故的自動打開，出門前明明關閉了電視，回來電視就自己打開了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電視還經常自己播放恐怖片，想想都覺得可怕。剛開始呢，小姐姐也沒當回事，慢慢的這怪異現象越來越頻繁，她開始查看電視的各種設置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售後也來看過了，都找不到問題所在，甚至給她換了一台新電視，還是會出現自動開機的情況。她當着大家的面關上了電視，沒一會電視果然就自己打開了，大家懷疑是遙控器出了問題，取出電池後，正對着電視又安裝了監控，沒幾分鐘電視又打開了。你就說怪不怪吧，不過凡事要講科學。專家說電視遙控器發出的是紅外線信號，所以他家裡可能存在一個能發出相同紅外線信號的電器。接着大家對屋內所有電器展開探測，最後懷疑是这個插排的問題，但斷電後仍然可以檢測到紅外線信號。大家又嘗試關閉了無線路由器，緊接着紅外信號明顯降低，那說明問題就出在路由器上，但專家卻給出了不同的看法。專家說了一堆有的沒的，我也沒聽懂，反正就是懷疑路由器的適配器有問題。拔掉適配器後，電視果然沒再自動打開。簡單來說呢，就是適配器產生了不必要的紅外線，恰巧和電視匹配，就這樣打開了電視，一切都是巧合而已。隨後換上新的適配器，電視終於恢復了正常。大媽每天買一隻公雞卻從來不吃，一到深夜就把雞放在陌生人的店門口，連續4年從未間斷。店主說從來沒見過真人，剛開始也沒在意，直接就吃掉了。接下來的幾天，每天都能收到一隻，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店都沒收到過雞，這很明顯和自己有關。他嚇得不敢再吃，這很像是一種詛咒啊！懷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，惡意放在這裡的。店主決定把自己經營的中餐廳改成麵館，並把菜單中關於雞的菜品全部下架。即使這樣，每天早上雞還是準時出現，從不缺席。這下店主更慌了，大家決定偷偷安裝監控，找到這個放雞的人。一直等到深夜，監控中出現一位可疑人員，他神色慌張，四處張望，確定沒人後，放下雞轉身迅速離開了。店主嚇得不敢說話，因為這人他之前就認識，好像就住在這附近。大家檢查了沿街所有監控，果然發現了他的行蹤。最後走進了一棟公寓，大家決定在公寓樓下蹲點，等了整整1天，在傍晚時分終於等到了大媽。大家趕緊追了上去，質問大媽為啥要這麼做，但大媽一口否認，簡單丟下一句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接着快速跑開了。記者一路追，大媽終於頂不住了，說出了2句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。요새 사람 다 하고 사는 사람이 세상이 아니야?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? 這是啥意思呢？原來是大媽認為來韓國工作的人不容易，看到中餐廳就有種莫名的好感，覺得應該幫助來韓國的中國人，分享一點自己的愛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與名。在大家的撮合下，大媽和店主終於見了面，溝通下來誤會解開了。店主現在可以放心經營中餐廳，大媽也不用以這種怪異的方式繼續散播愛了，省流。我覺得像劇本。農村大媽每隔2天就要買一條秋褲，卻常常沒有秋褲穿，因為她每天一睜眼，秋褲就會出現10多個破洞，10天內就爛了8條。就算是新買的秋褲，也是穿一條爛一條，而且爛的部位還驚人的一致。但同睡一張床的丈夫，秋褲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媽百思不得其解。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側，出現這個情況後，還特意和丈夫換了位置，本以為沒事了，但秋褲還是每天都破。她覺得床上肯定有什麼小蟲子，趁她睡覺咬破的，於是把床翻了個底朝天，並沒有找到什麼蟲子。一氣之下更換了所有床單被褥，心想這次應該萬事大吉了吧。可萬萬沒想到，褲子還是照樣爛。這離奇的現象在村裡掀起了軒然大波，村民對着大媽的秋褲議論紛紛。他們猜來猜去，覺得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這好像也說不通啊。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秋褲，偏偏只咬她呢？而且家裡還養了一隻貓，整天就睡在臥室裡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。由於他家後面就是山林，有村民提出會不會是什麼野生小動物咬的。於是大家在山上進行了仔細搜索，並且在房子周圍撒上了石灰。可幾天過去了，石灰上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這時上過高中的村民又說，會不會是某種化學藥物腐蝕導致的呢？但這個猜測很快也被否定了，因為褲子上沒有任何腐蝕留下的痕跡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村裡有300多戶人家，為什麼只在大媽身上發生了這種事呢？會不會是因為得罪了人？丈夫說，如果是有人蓄意報復，唯一通道就是屋後的這扇窗戶，但窗戶非常結實，不可能有人能通過。一番分析下來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種種可能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但秋褲依舊每天破洞，事情變得越來越離奇。最後大家找來了專家，專家看着破洞邊緣形狀，認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至於為啥不咬丈夫的秋褲，專家猜測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窩的時候用到了大媽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襪子之類的，並逐漸對衣物上的氣味形成了條件反射。最近頻繁咬秋褲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窩，急需裝修，於是就出來尋找熟悉的氣味，就這樣看中了大媽的秋褲。我覺得這個解釋還是比較合理的。大媽每天都在臉上拔罐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拔罐，拔罐的數量還越來越多，從1個罐到現在的6個。
臉上都快塞不下了。工作的時候拔，逛街的时候也拔，臉上都紅腫淤青了，卻依舊繼續拔罐。最急的是她老公，怕她拔死了，也試圖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聽，還說老公根本不懂自己。現在反而變得越來越離譜，覺得白天拔罐根本不夠，甚至連睡覺也開始拔。一夜過後，臉上紅腫得很嚴重，她卻說真舒服，說着還要給記者試一試，直接拔了2罐。片刻後，記者就被拔成了豬頭。大媽說：“你看你濕氣太重，都露原形了，以後要多拔罐才行。”記者摸着自己的豬頭，而不是摸着自己腫脹的臉，沒敢說話。現在大媽每天逛菜市場都頂着6個罐罐，眾人議論紛紛，但她毫不在意。路過的大媽終於忍不住了，問她為什麼要傷害自己。大媽終於說出了原因，原來她之前做生意意外破產，別人都說因為她面相不好導致的。有次看到別人在腿上拔罐，她突發奇想開始在臉上拔罐，慢慢的發現皮膚竟然變好了，甚至還有瘦臉的效果。從那以後就開始在臉上拔罐。拔罐对皮膚真的有好處嗎？大家帶她來醫院，一番檢查後，醫生表示她皮膚彈性很差，拔罐不能說對皮膚非常有好處，只能說完全沒有，甚至還有反效果。不過大媽卻堅持認為自己的皮膚比過去好多了，完全不把醫生當回事，還當着醫生的面拔上了火罐。醫生看得很迷惑，最後表示隨她去吧，但不建議她每天超過30分鐘，否則會給皮膚造成很大負擔。大媽感覺醫生說的應該有點道理，最後表示自己會盡量降低拔罐時長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叔因為睡姿比較奇葩，就被家人帶去了醫院，因為他睡覺從不用枕頭，連續40年用手撐着睡。妻子說他會保持這個姿勢一直到天亮，這怎麼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妻子強行把大叔的手拿開，大叔順勢就躺在了枕頭上，可還沒過一會又撐了起來，這手和頭就好像有吸力一般，雖然頭會不停地搖晃，但就是不會掉下來。攝像小哥認為大叔肯定是在裝睡，於是架起了攝像機，看大叔能裝到什麼時候。結果30分鐘過去了，大叔還是保持這個姿勢一動不動，就算右手放下了，左手又撐了起來，甚至還打起了呼嚕。小哥算是徹底服了，大家都替他感到累。然而大叔卻說這是自己最舒服的睡姿，不拖着腦袋根本睡不着，甚至這睡姿還救過他的命。此話怎講？大叔一臉傲嬌，說有次家裡進了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勢，還以為是睡夢羅漢，直接就嚇跑了。鄰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獨自己家沒有丟失任何東西。後來鄰居都學他這樣睡覺，但根本堅持不了5分鐘。大家帶他來醫院，想看看他的睡眠方式是否正常。檢查發現大叔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，而且情況非常嚴重，也就是說他在睡覺時經常沒有呼吸，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，必須要盡快治療。大叔這才明白，自己一直以為最舒服的睡姿竟然在傷害自己。不過呢，只要治療得當，還是會好起來的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釣魚卻從不帶魚竿，每天卻有吃不完的魚，而且抓到的魚還有獨特味道。只見他靠着牆根慢慢移動，突然跟大家說抓到了，接着一個猛子下去，上來手裡就多了條魚。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，大叔2手空空的說自己又抓到一條。大家一頭霧水，潛入水下一看，才明白怎麼回事。這大叔是在用腳抓魚，這也太離譜了吧。大叔一臉傲嬌地說，這是要講究技巧的，也就是在水下要用腳跟行走，魚就會在腳趾的位置來回穿行，一旦碰到腳趾，一腳踩下去百發百中。接着還給大家展示了整個抓魚過程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腳有魔力，還是魚兒都被燻到了，看着都傻傻的往腳下鑽。本以為大叔只能踩點小魚小蝦啥的，沒想到1斤多的鯰魚也能踩到，短短1個小時就踩到了22條，這讓一旁專業摸魚的都羨慕不已。現在家裡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魚，大媽說就喜歡吃用腳踩的，感覺有股特殊風味。節目組還安排了一場比賽，工作人員同時用4個魚竿，半天都沒釣上來一只，而大叔用了不到1小時，就用腳抓了10多只。不得不說，大叔這個技能真的好實用啊！小伙只是做了個動作，就把瑜伽教練們嚇得花容失色，因為他全身好像沒有骨頭，把頭固定住，身子可以旋轉360度。不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旋轉，就像上了發條一樣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類的動作，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輕鬆的就能把手臂掰到後面。攝像小哥也跟着試了試，差點是試，連腳後跟都能翻轉到前面，離遠點看根本分不清前後，高難度的瑜伽動作也不在話下，身體極度扭曲。做了10年瑜伽的教練都不能完成这個動作，這就很尷尬了。教練為了找回點面子，做了個他練習了1年的動作，結果小伙第一次嘗試就成功了，這群瑜伽教練算是徹底服了。然而他的絕活還不止這些，舌頭都能吐出1朵花來，而且想要幾個花瓣就可以捲出幾個，最多都能捲出6個花瓣。肚子也可以隨意折疊，反手拿東西也是易如反掌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樣，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軟，好像真的是沒有骨頭的軟體動物，真是一個奇男子。大爺每天拿着一黑色筆記本，一到凌晨3點就獨自來到這片墓地，對着墳墓喃喃自語。有人之前就經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認為他手裡拿的正是死亡筆記。這天凌晨，大家剛來到墓地，果然就聽到了說話聲，還真看到了這位大爺。小哥剛想上前搭話，大爺卻揮了揮手，
轉身向墓地深處走去，直到天亮才離開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爺仍然在喃喃自語。大家實在好奇，問他到底在幹啥。大爺卻說自己在背誦韓國各地區的名字。至於為啥要在墓地背誦，是因為墓地比較安靜，能夠集中精力，而且手裡拿的也不是什麼死亡筆記，而是個地區的郵政編碼。小哥隨機出了幾個問題，大爺都對答如流。晨練的時候也要大聲背誦，走到哪都能成為焦點，連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來到家裡，牆上還貼滿了要背誦的東西。大爺都一把年紀了，為啥要讓自己活得這麼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歡背，大家給他出了個任務，1天時間內記住韓國少女時代的團員名字。這下大爺有的忙了，先抄寫了一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檢查時間到，大爺還真磕磕巴巴地背了下來。至於為啥喜歡記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大爺說自己有輕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過背誦來增強記憶。醫院也去過了，醫生說大爺的記憶力還不錯，堅持背誦會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狀。大爺花50年收藏了4000多種可樂，現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樂，已經超過了100年，瓶蓋都是用的木頭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樂，他這多的是。這裡簡直就是肥宅天堂，什麼造型的都有，全是腦洞大開的設計。各種限量版可樂，有的瓶身都鑲了鑽石，還有奧運紀念可樂、美國隊長可樂、天使愛美麗聯名款、阿凡達聯名款，世界各地的可樂都能在這裡找到。由於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價格都比較貴，最貴的一瓶能賣200萬韓元。大家仔細數了數，足足有4000多種。不僅如此，他還收藏了很多可樂周邊產品。這個就是可口可樂公司推出的收音機，收集這些又花掉了好幾百萬。大叔表示會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紀錄。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能點燃你的心。大爺在塗口紅，但其實這是打火機。他轉身又吃起了餅乾，其實還是個打火機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多支，家裡牆紙都是用打火機做的，各種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錘子，其實是打火機。燈泡是打火機，牛奶盒也是，滅火器都能出火，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。最小的和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點，但照樣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手抱着。要說是燃氣灶我都信，最獨特的要數這個，火焰可以分叉。這些火机來自全世界各地，他每周都要挨個清理一次。雖然大爺不抽煙，打火機卻已經成了他的精神寄託。大叔30年收藏了2000部手機，全是你沒見過的，有設計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齡球也是電話，超人都背着電話，來電還會蹦迪，還有來電就會吐絲的蜘蛛俠電話，易拉罐也是電話。連鞋底都能設計成電話，密密麻麻擺滿了房間，地板上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。工作人員數了數，光客廳就有1000多部，另一個房子更多，一共算下來有2000部。關鍵這些都能正常使用。節目組隨即撥打了幾個，果然就接通了。每月光套餐費就是不小的開支，為此連周末都要去做兼職。妻子覺得這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，考慮再三，他決定做出改變，把手機都賣了，給兒子買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終於想明白，親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樣，下面這個人也喜歡收藏，只不過他只收藏座機。倉庫裡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電話都有，竟然還能使用。不過要先搖動手柄發電才可以。只見他插上了一個什麼模塊，然後真就撥通了記者的手機，通話音質還特別好，就像穿越了一樣。大叔還打算開個電話博物館，把這些不常見的電話展出供大家欣賞。大爺不抽煙，家裡卻有成千上萬的煙頭，只因他愛幹這件事。雖然他不是環衛工人，可一到晚上12點就換上環衛工人的衣服，來街上撿煙頭。說晚上煙頭多，撿完商店門口就來到酒吧門口，整夜沒有間斷，甚至白天也開始撿。只要有他出現的地方，絕對不允許有煙頭。有人就覺得大爺肯定是腦子有問題，沒有工資不說，根本就是出力不討好嗎？還有人覺得大爺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傷心事，大爺卻說這是自己最開心的時刻，既鍛鍊了身體，又順便警告了那些亂丟煙頭的人。他還在一些缺少垃圾桶的地方都安裝了自制的煙灰缸，但即使這樣，煙頭還是遍地都是，他也沒在意，繼續自顧自的撿。跟他來到家裡，畫面簡直不要太震撼，這一罐罐的全是煙頭，撿滿一罐就要封裝起來，一罐大約有5000多支，一共有250多罐，加起來差不多有150多萬支煙頭，這都是他4年來收集的，他一天都不會歇着。今天雖然下着雨，大爺卻撿得很開心，因為今天撿到的終於又可以裝滿一個罐子，感覺實現了人生價值。大爺表示會一直撿下去。放4根點燃的香煙，竟然吸引來了一只喜鵲，叼起一根猛吸一口，接着把點燃的銀色的汗，即使氣溫接近0度，他卻熱得受不了。仔細一看，媽媽卻差點嚇死，從脖子到後背都滲出了紅色液體，看着像汗水，但他又不敢肯定，人怎麼可能流血汗呢？來不及多想，趕緊拿上毛巾給女兒擦身體，毛巾瞬間就染成了紅色，在水裡洗了幾下，一盆清水就變成了淡紅色。媽媽這下慌了神，好端端的女兒怎麼會突然出現這種怪異症狀呢？媽媽越想越怕，甚至聯想到了敗血症，趕快把女兒送到了縣醫院。一番檢查下來，
各項指標都很正常，並沒有發現什麼病症，懸着的心稍微緩和了一下。可萬萬沒想到，當天晚上怪事又發生了，女兒突然發起了高燒，身上再次流出紅色液體，這液體好像有魔力一樣。第二天女兒就突然好了，連續幾天都沒再冒出紅色液體。據她媽媽觀察，女孩流血汗沒有任何規律，有時運動後流，有時睡覺會流，如此反覆無常的血汗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大家帶她來到大醫院，醫生對血汗進行取樣檢驗，很快就給出了結果。這紅色液體還真是汗液，原來是女孩的汗腺功能失調，導致了一種叫色汗症的病。一旦遭遇細菌侵入，汗液就會在細菌的作用下變色。不過呢，色汗症對人體不會造成太大危害，隨着汗腺功能恢復正常，色汗症也會隨之消失。所以說看病要去大醫院呢喂。農村大媽每隔2天就要買一條秋褲，卻常常沒有秋褲穿，因為她每天一睜眼，秋褲就會出現10多個破洞，10天內就爛了8條。就算是新買的秋褲，也是穿一條爛一條，而且爛的部位還驚人的一致。但同睡一張床的丈夫，秋褲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媽百思不得其解。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側，出現这個情況後，還特意和丈夫換了位置，本以為沒事了，但秋褲還是每天都破。她覺得床上肯定有什麼小蟲子，趁她睡覺咬破的，於是把床翻了個底朝天，並沒有找到什麼蟲子。一氣之下更換了所有床單被褥，心想這次應該萬事大吉了吧。可萬萬沒想到，褲子還是照樣爛。這離奇的現象在村裡掀起了軒然大波，村民對着大媽的秋褲議論紛紛。他們猜來猜去，覺得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這好像也說不通啊。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秋褲，偏偏只咬她呢？而且家裡還養了一隻貓，整天就睡在臥室裡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。由於他家後面就是山林，有村民提出會不會是什麼野生小動物咬的？於是大家在山上進行了仔細搜索，並且在房子周圍撒上了石灰。可幾天過去了，石灰上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這時上過高中的村民又說，會不會是某種化學藥物腐蝕導致的呢？但這個猜測很快也被否定了，因為褲子上沒有任何腐蝕留下的痕跡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村裡有300多戶人家，為什麼只在大媽身上發生了這種事呢？會不會是因為得罪了人？丈夫說，如果是有人蓄意報復，唯一通道就是屋後的這扇窗戶，但窗戶非常結實，不可能有人能通過。一番分析下來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種種可能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但秋褲依舊每天破洞，事情變得越來越離奇。最後大家找來了專家，專家看着破洞邊緣形狀，認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至於為啥不咬丈夫的秋褲，專家猜測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窩的時候用到了大媽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襪子之類的，並逐漸對衣物上的氣味形成了條件反射。最近頻繁咬秋褲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窩，急需裝修，於是就出來尋找熟悉的氣味，就這樣看中了大媽的秋褲。我覺得這個解釋還是比較合理的。